沉香如屑几乎1比1的复制了香蜜沉沉烬如霜，杨紫主演，网络小说改编，跨越前世今生的古偶爱恋，然而却没能复刻2018年的成功。剧集播出到2/3的时候，尚未在豆瓣展示出分数。换一个维度看，它近3万人看过的体量和香蜜沉沉烬如霜超过18万看过的标记，也刚好展示了胡与出圈之间的量化标准。2部大剧的口碑滑坡，带来了一个讨论杨紫的节点。从演员生命期的维度来看，今年就要满30岁的杨紫，也确实正在跨入新的时期。许多童星成名的演员，都需要面对重新寻找自己演艺方向的蜕壳之路。从2016年的《欢乐颂》到现在，杨紫的确在逐渐靠近演艺圈的成人审美标准，也接演了不少美女属性的角色。与之相伴的，则是肉眼可见的脸部肌肉僵硬、面部情绪细节丢失、微表情活动范围受限。这种演员外形和演技的剥离脱节，在杨紫第一次饰演大美女角色，努力去营造仙气和冷清质感的青云志中最为明显。在最新的沉香如屑里，即便在生气或愤怒时，也可以看到杨紫只能依靠眼睛、眉头、嘴巴去牵动面部，极为有限的表达情感。但有意思的是，在这个逐渐靠近演艺圈成人审美标准，也逐渐在表演控制上受限的路上，香蜜沉沉烬如霜反而成为了一个特殊的存在，吃下绝情丹的紧密无情无爱，所以在觉醒前的部分都可以对外部刺激和情感攻势回报以木然。这种浓烈和冷淡的反差，反而是仙侠剧苏感的组成部分。中期戴着面纱演戏的部分，又能在最大限度上掩盖表现乏力之处，利用眼神表演的优势。所以香蜜沉沉烬如霜的成功，其因素是多元化的。演员生涯中的缺憾之时，刚好卡在了角色特质的机理与缝隙里，这是无法复刻也难以延续的演员生涯中那个独特的起点。回到沉香如屑中来，当我们已经对杨紫的古灵精怪审美疲劳，前世今生的仙侠故事也无法提供具备深度的表演空间，主角颜淡僵化单一的面部表情也难以撑起跨越世代的虐恋，观众们便也不再会买单。